你们想娶吗？这样的女孩，她们生得貌美，特别是大长腿，青春活泼，喜欢在海边嬉戏。但正是这次和男生在海边嬉戏，拉开了他们地狱般遭遇的序幕。奶奶听说了，就把他们关进小黑屋反省。但这只是开始，恶毒的叔叔回来就怪奶奶管得不严，抓住女孩就要揍他们，就因为他听到的闲言碎语。因为在土耳其的偏远乡村，和男生玩耍被称为不检点，奶奶极力保证女孩们身子是清白的，但叔叔还是不肯罢休。这部2015年土耳其的野马虐得让人不敢看第二遍。五姐妹很早就没了爸妈，一直跟奶奶和叔叔一起生活，直到叔叔带他们去医院做了检查，拿到处女证书，叔叔才甘心。但从此以后，女孩们被禁足在家里，每天学嫁人的技能。这都不算完，爱慕大姐的男生在外面用油漆写字表白，叔叔就让他们穿上长袍，女孩不喜欢，就把长袍撕了条缝，成了旗袍。女孩们喜欢足球，想去现场看星期五的比赛，小妹鼓起勇气说想跟叔叔一起去，回答她的是不行，上次就发生了打架斗殴。如果说这一切是保护，那么接下来的事就跟保护不沾边了。五姐妹还是偷偷跑去看球赛，在现场欢得跟蹦迪一样，平时有多压抑，释放的时候就有多野马。但这画面正好被录到，奶奶看了立马被气晕过去。为了不被其他人看到，婶婶更是挤石头把村口变压器砸了。等到女孩回来，等待他们的是加高了的墙以及焊得牢牢的冰冷铁门。很快有人来提亲，二姐对这个男生没啥感觉，仅仅见过一次面，但双方长辈强行认为两孩子相处挺不错的，把婚事定了。原本活泼可爱的女孩就这么毁了第一个。还好大姐性格比较烈，奶奶让她早点叫那个油漆表白的男生来提亲，就这样大姐才得以嫁给了喜欢的男孩。但就在二姐的新婚之夜，更可怕的事发生了。二姐新婚之夜刚过，男方父母就敲门要检查床单，男人在床上找了个遍，就是没有落红。二姐发誓说自己真的是第一次，那血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男人打开灯急了，立马男方父母就拉着二姐去医院检查，负责检查的还是一个男医生。男医生问：你有过婚前性行为吗？女孩躺下说：的确很讽刺，男方父母不能忍受没落红，却能忍受检查的医生是男的。奇怪的是二姐特殊，医生检查出膜还在。很快家里又来提亲的，这次是看着就不像成年人的三姐，只是三姐表面上没有任何反抗，表情却有点可怕。小妹看了很担心，她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她要学会开车，带着姐姐一起逃到土耳其首都。为了不被恶毒叔叔发现，她就偷偷从下水道管子爬下去，找开大车的朋友教她，一个敢教，一个敢学，还真让她学会了。这时家里也被焊得更牢固，他们越来越难逃。这天终于酿成了悲剧。叔叔看电视正起劲，电视里在讲女孩不应该在众人面前笑，那些被人看一眼就脸红的女孩子哪去了？听到这句话，三姐笑了，不但自己笑，还比划手势逗妹妹们笑。奶奶很无奈，叔叔更像是被冒犯一样。三姐继续逗，妹妹们笑得更开心。叔叔怒了，说别吃了，一边去。只见三姐淡然起身走开，然后就听到三姐死了，这是一个从小就没父母疼的孩子，长辈管得像让她坐牢，还要让她嫁给陌生人，没有人会帮她，更帮不了她。她唯一能用来反抗的筹码就只剩生命。这是5个活泼可爱的女孩，今天四人却哭得很伤心，因为就在不久前，叔叔逼死了三姐，而今晚恶毒叔叔更是偷偷进入未成年四姐的房间，做下了不可描述的事。很快，他们在四姐的手上戴上红戒指，看来四姐也被安排嫁人了。小妹想实施逃跑计划，她使劲拉铁门，但这牢笼早已坚固到打不开。她一路走，围墙更是被加高过。她继续找，终于在阁楼找到个出口，她翻了出去，那是很久都没看到过的阳光。再很快，他们给四姐戴上了红布，但就在对方接亲的时候，小妹一把将门关上，把门反锁。一开始外面的人还以为是闹闹，但姐妹俩在里面搬来大木凳把门堵上，然后透过窗户，四姐喊道：叔叔怒了，对方更是感觉受到侮辱，要退婚。叔叔在外面找进来的办法，机智的小妹打电话给开大车的朋友，可刚说请对方救命，外面的电话线就被剪断了。她又赶紧拿了叔叔的车钥匙，收拾好五姐妹的相框，果然是个重情的小妹呢。然后趁着叔叔在锯窗户，两人从前门逃出，一路逃到外面。等到叔叔追来，姐妹俩已经开车走了，但毕竟小妹是个半桶水，开了没多久就撞在路边，姐妹俩只好躲进树林。好在第二天早上，开大车的朋友找来了，他们才得以坐上大车，穿过漆黑的隧道，开上去往土耳其首都的大道。不久，小妹睡着了，恍惚间，另外3个姐姐也在车上，朝阳洒下。姐姐回过头
头，笑得很美。酿成这样的惨剧，罪魁祸首是谁？与其说是封建教条，不如说是教育和人性。奶奶的婚姻本身就是封建制度下的父母包办，正如她跟四姐说的一样，她是后来才慢慢爱上了爷爷。你可以怪奶奶，但她确实给了她认知范围内的爱，这爱从她为四姐精心准备出嫁物品就能看出。而教育决定了认知，但关于叔叔，一开始要检查女孩贞洁的是他，夺走四姐贞洁的也是他。可以看出来，他担心的不是子女们嫁不出去，而是他拿不到结婚的聘礼。这种有管无教的行为不叫爱，而是虐待。只有良性的教育，才能冲破封建的枷锁，才能让人性发挥善的一面，还每个孩子以笑容。最后，小妹的老师收留了他们。